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牙齿并非孤立的坚硬物，而是与整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旦牙齿出现问题，口腔内的有害细菌会传播到全身，引发各种疾病。这一期我们将总结提升自然力量的饮食配方，以消除蛀牙。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无创蛀牙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顶尖的口腔医生，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治疗癌症患者，并认识到通过饮食治疗蛀牙和牙周病也能治愈全身疾病。或许有些人会感到惊讶，但作者断言牙齿与身体其他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他还批评了传统的牙科治疗方法，主张通过改善饮食来增强自然力量，而不是采取削除、拔牙或注射麻醉等方式。基于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本书揭示了一种能够提升整体健康的最佳饮食方式。本书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饮食方案，旨在预防和治愈各种疾病，涵盖了癌症、白血病、糖尿病、肾脏疾病、高血压、抑郁症、认知症、风湿性关节炎、结石症等多种疾病。这些方案是基于牙科治疗实践，并结合了全身健康的观点，由作者亲自撰写，内容让人惊讶。本期内容可能是大家之前很少听说过的，希望大家能认真学习这本书，获取关于牙齿的正确知识，并认识到它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立即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最新医学证明的牙齿与全身健康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解释自然疗法治疗蛀牙的方法。第三部分，讲解自然疗法治疗牙周病的方法。那么，让我们开始探讨最新医学证明的牙齿与全身健康之间的关系吧。过去人们认为蛀牙和牙周病仅仅是口腔内部的问题，与全身健康无关。然而，最近几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蛀牙或牙周病会导致全身疾病的说法。实际上，作者通过近40年的临床经验，深信牙齿与整体健康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蛀牙或牙周病患者中，许多年长者常常同时患有其他身体疾病或不适，这使作者确信牙齿与身体其他部分之间存在联系。这样的患者在接受作者设计的饮食疗法后，牙齿问题得到缓解，其他疾病和不适也得到改善，这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为什么牙齿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在介绍提升身体自然力的饮食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牙齿与全身健康之间的关系和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牙齿与全身是相互关联的。这个证据是指牙齿内的象牙质液体输送系统，也称为象牙质内液体输送系统。由于这个概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简称为 DFT 进行讲解。简单来说，在牙齿的洞中有一部分叫做象牙质，其中包含着 DFT 液体输送系统。通过这个机制，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可以传输到全身，因此牙齿不仅是独立的坚硬物质，而且通过 DFT 功能与全身相连，这一点得到了证明。那么 DFT 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在牙齿修复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人体内有各种组织、器官和器官系统，它们在细胞水平上不断更新。大家可能也听说过，皮肤表皮会定期进行角质层再生的周期，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与此不同的是，牙齿是永久性的，一旦长出永久牙，就不会再次更换。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始终在使用同一组牙齿，可能会受到冲击和负担，导致牙齿出现裂缝。这时 ，DFT 象牙质内液体输送系统会运送必要的营养物质进行修复。牙齿表面的毛细管减少会导致食物色素被吸收，造成牙齿变黑。但是由于 DFT 液体的清洁作用，牙齿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洁白状态。另外 ，DFT 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牙齿免受牙周病菌的侵害。即使牙周病菌进入口腔，DFT 液体中的免疫细胞也能消灭这些菌。
预防牙周病的发生。如果 DFT 的功能停止了，会发生什么呢？正如刚才提到的，由于 DFT 的重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牙齿会逐渐变黑，同时牙周病菌也会侵入牙龈，导致牙周病的发生。换句话说， DFT 在牙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有益的。实际上，当 DFT 开关打开并发生逆流时，口腔中的大量细菌会进入牙齿内部，导致蛀牙，最终可能引发全身性疾病。这是一场灾难。牙齿不仅是独立的硬物，而且通过 DFT 功能与全身相连接。当 DFT 功能发生逆流时，口腔中的有害细菌会传播到全身，引发疾病。因此，牙齿问题不仅仅影响牙齿本身，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这是由 DFT 逆流引起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 DFT 的逆流呢？以下列举了导致 DFT 逆流的5个开关：1. 摄入过多的糖； 2. 压力； 3. 缺乏运动； 4. 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 5. 药物的使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受到这些刺激的影响， DFT 就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从而预防蛀牙和全身性疾病。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看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首先，第一是糖的摄入量，这是引起 DFT 逆流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坚称如此。当摄入过多的糖时， DFT 就会开始逆流，导致口腔中大量的细菌进入牙齿内部，最终甚至可能引发全身性疾病。我想大家中间有不少人在吃甜食后牙痛的经历，这正是由于 DFT 逆流造成的。原本应该从牙齿内部流向口腔的液体，因为糖摄入过多而发生逆流。这样一来，口腔中的细菌就会进入牙齿内部，刺激牙神经。因此，请注意那些会迅速提高血糖的饮食，这对于预防蛀牙至关重要。重要的是控制糖的摄入量，或者完全不摄取糖。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因为牙痛而感到困扰，不妨尝试2周内完全不摄取糖的方法。2到3天后，疼痛应该会减轻，疾病的进展也将停止。通过控制日常糖的摄入量来控制蛀牙的疼痛和发展。接下来，第2个是关于压力，这是引起 DFT 逆流的第2个开关。确实，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中，要完全消除压力是相当困难的，但至少要意识到不要让压力积累，并主动释放压力变得至关重要。实际上，减少糖分摄入还可以减少累积的压力，糖分的控制也对缓解压力有效。事实上，摄入糖分的人大脑会缺氧，功能下降，这会导致产生动力和快乐感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等激素分泌减少。因此，即使暂时吃了甜食感到幸福，之后也会长时间感到不幸，并且会感受到压力。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3个因素，即缺乏运动。作者提到，运动并不需要去健身房进行夸张的锻炼，只需要每天30分钟的日常生活中的肌肉运动意识即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走路。作者每天都会带着计步器，至少走2公里以上，同时尽量避免使用电梯。即使是在办公桌前坐着，也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举例来说，在坐在椅子上的情况下，进行抬腿运动可以锻炼大腿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这意味着即使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甚至在办公室里，只要稍作变通，就能够进行运动。接下来，让我们讨论第4个因素，即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你们认为缓解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最佳的方法就是多吃蔬菜。然而，现代的蔬菜与过去相比，营养成分减少了，因此建议摄入蔬菜的量要比以往更多。据说，作者每天都会摄入1公斤的新鲜蔬菜。而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对于预防蛀牙至关重要，还对于预防各种生活习惯相关疾病非常关键。
因此，务必要意识到并确保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第5个因素，即药物使用对 DFT 逆流的影响。药物使用也是导致 DFT 逆流的一个开关。确保你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是否真的必须，并尽量减少药物的使用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自行停止药物可能会带来危险，所以务必要咨询医生。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治疗蛀牙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蛀牙和全身疾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忽视蛀牙或牙周病将会导致健康问题。然而，我们强调不应该随意削除蛀牙，因为一旦削除，可能会加速牙齿的退化，导致神经损伤。而且，如果需要拔牙，这将极大增加患上牙周病的风险。实际上，通过适当的健康管理，可以控制蛀牙的疼痛和进展，并促进自然疗法。那么，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来治疗蛀牙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增加唾液分泌量，第2种方法是提高体温。让我们简要解释一下每种方法。首先是增加唾液分泌量。唾液在预防蛀牙和抑制蛀牙进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具有抗菌作用，可以抑制蛀牙菌和乳酸杆菌的活动。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唾液的分泌量可能会减少。主要因素包括：1. 药物；2. 食物；3. 压力；4. 水分不足。通过避免这4种因素，减少唾液分泌量，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从而通过自然疗法来治疗蛀牙。接下来，让我们简要解释一下每种因素。关于第1种药物，药物是减少唾液分泌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药物都有口干的副作用，特别是激素药、抗精神病药和降压药等。关于第2种食物，盐和糖是众所周知的，摄入过多的盐会破坏矿物质平衡，而摄入过多的葡萄糖会导致高血糖。这2者都会导致身体试图排出多余水分，因此口干。接下来关于第3种，压力。当受到压力时，交感神经会处于紧张状态，导致唾液分泌减少，这会让口干。当我们吵架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口渴，这是因为交感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接下来是关于第4种，即水分不足。由于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缺水，所以要注意补充水分。咖啡和茶具有利尿作用，不管摄入多少都会被排出尿液。如果要饮用，最好不要选择这些，而是选择水或其他饮料更好。最后要记得，充分饮水是很重要的。自然疗法治愈蛀牙的方法第1步，增加唾液分泌量的解释到此结束。接下来让我们解释第2步，提高体温。我们知道，低体温会削弱人体的抵抗力，因此提高体温非常重要。近年来，平均体温较低的人越来越多，低体温会降低人体的抵抗力，容易患病。另外，白细胞的活动也会变慢，导致蛀牙的自然治愈力减弱。以下是提高体温的程序，让我们建立强壮的身体和健康的牙齿。作者建议采取以下方法：1. 尽量避免食用冷的食物，饮食结束时务必喝温暖的液体。2. 洗澡时，使用稍高于太阳温度的水，约38摄氏度，进行30分钟以上的半身浴。3. 洗澡时做禅坐，通过鼻子吸气3至5秒，屏住呼吸3至5秒，然后从嘴里呼气3至5秒，每组做15次。4. 出浴前在颈部周围洗冷水淋浴或敷冷毛巾，以降低体温。5. 平时要注意不要让颈部周围受凉，因为颈部周围的寒冷会让身体产生冷感，并且会增加身体的应对反应。然而，只有在热水浴后才进行冷却。平时要确保颈部保持温暖。之前作者的体温一直保持在 35.5 度以下，经常感冒或身体不适。但现在，作者的体温已经上升了1度以上，再也没有感冒过。当然，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执行这5个方法，但只要选择其中一个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实践，
逐渐提高应对能力是完全可行的。接下来第3部分，我将解释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治疗牙周病。牙周病是由炎症导致牙龈和牙齿骨溶解的疾病。如果牙周病严重化，不仅会导致牙齿脱落，还会使各种毒素进入体内，引发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等。因此，治疗牙周病十分必要。那么，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治疗牙周病呢？关键在于调整饮食习惯。牙周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饮食，而非刷牙。因此，通过调整饮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日本的牙周病对策主要是通过刷牙等方式去除牙菌斑，而非调整饮食。这被认为是导致牙周病的原因。在牙科诊所中，通常会进行牙龈检查，清除牙石，并接受刷牙指导。尽管如此，若牙周病无法得到有效治愈，医生可能会考虑采用抗生素治疗。然而，抗生素会对肠道菌群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尽量避免使用。另外，根据最新研究，牙周病的成因主要与饮食习惯有关，而非仅仅刷牙。改善饮食习惯是最佳的牙周病治疗方法。那么，应该如何改善饮食呢？让我们首先列举牙周病的5个主要原因：1. 过度摄入碳水化合物；2. 过量摄入钙；3. 镁摄入不足；4.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5. 过度摄入盐分。接下来，我们简要解释一下每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来解释过度摄入碳水化合物。现代人普遍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很多人喜欢吃米饭、面包和意大利面等。那么，究竟摄入了多少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呢？我们可以将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比作汽车对汽油的需求。汽车可以将多余的汽油储存在油箱中，但人体会将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并储存在脂肪细胞中。这些脂肪细胞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导致牙周病。换句话说，为了预防牙周病，我们应该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而不是过多。一个简单的方法是，饮食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后，如果在30分钟后使用牙签检查牙齿周围有粘液，则说明摄入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因为像米饭等碳水化合物是多糖类，会被唾液中的淀粉酶和最近被发现的酵素分解成单糖类，然后剩余的单糖类会滞留在牙齿上，形成菌斑，从而促进蛀牙的形成。我建议您在摄入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后和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后检查牙齿的情况。如果在摄入碳水化合物后发现牙齿周围有粘液，那就说明摄入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解释第2个原因，即过量摄入钙。作为导致牙周病的其中一个原因，过量摄入钙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人常常被告知应该积极摄入钙以补充不足。的确，钙在年轻时对身体的生长发育非常关键。然而，一旦身体的骨骼形成完成，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多钙，过量摄入反而可能带来危险。钙在体内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当钙进入体内后，首先会进入血液中，但由于血液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多余的钙会被输送到其他组织和器官，形成类似石头的固结物。这些石灰化的物质是牙周病的产生原因。如果不加以处理，就会导致问题。随着年龄增长，许多症状与摄入过多的钙有关。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3个原因，即镁摄入不足。基于以上原因，一旦超过30岁，就应减少钙的摄入量。这对骨质疏松症患者也适用。不建议通过补充钙片或药物摄入钙，因为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不是钙缺乏，而是运动不足。老年人骨折的主要原因是周围肌肉的衰退，而不是钙的不足。事实上，钙无法自行排出体外，因此会从血液中转移到其他地方。摄入镁可以帮助排出过多的钙，因此建议积极摄入镁。海藻和坚果是镁的丰富来源，所以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个不错的主意。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第4个原因，即摄入不足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亚麻籽油和苏籽油等中含有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对预防和治疗牙周病非常有效。实际上，一项对美国9182名2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研究表明，摄入高含量 Omega-3脂肪酸的人群更不容易患上牙周病。然而，在日本国内，市面上流通的油大多是 Omega-6，这些油具有较强的炎症作用，摄入过量对身体不利。此外，不饱和脂肪酸也存在于鲸鱼中的 DHA 和 EPA 中。在作者之前进行的饮食调查中发现，经常食用鱼类的人往往患高血压的比例较低。然而 ，Omega-3的油很容易氧化，因此除了不加热之外，即使在温暖的食物上，也要尽量避免加热，最好是在即将食用前加入，并立即食用。需要注意保鲜，在购买时，请选择有遮光性的瓶子。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第5个原因，即摄入过量的盐分。注意钠和钾的平衡也非常重要。由于钠无法进入细胞内的特性，摄入过多盐分的食物会导致细胞无法吸收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而被排出体外。特别是对于严重牙周病患者，他们被要求尽量减少盐分的摄入。我们已经解释了5个导致牙周病的原因，这些就是导致牙周病的原因，以及作者为患者提供的饮食疗法。也许有些人会怀疑，仅仅通过这些方法是否真的能够改善呢？当然，对于已经有牙结石的患者，首先需要在牙科医院清除结石，但随后只要坚持上述饮食疗法，就不必担心再次出现结石了。首先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过量摄入和停止摄取钙，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足以改善和预防牙周病。今天我们探讨了牙齿与全身健康的联系，这可能是许多人不了解的。蛀牙和牙周病不应盲目拔牙或使用抗生素治疗，而应正确调整饮食，因为饮食是它们的根本原因。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增强身体的自然力量，预防或治疗蛀牙和牙周病，这一点非常重要。通常我们很少会考虑牙齿的问题，有些人可能认为只需看牙医治疗牙齿问题就好了。但我们已了解到，牙齿疾病会影响全身健康，所以应该定期口腔护理，而饮食是其中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已经多次强调了这一点。牙齿不仅仅是口腔中的一部分，而是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我们能够时刻关注牙齿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